好，接下来看看在这个欧洲。习近平去访问的消息，最新看到的画面是马克宏待客之道是什么？他用国卫队146名的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来欢迎习近平。哇，这是非常高规格啊！还有摩托车队护卫哦，乘车前往爱丽舍宫，不是只是走走，哎呀，挥挥手礼炮而已，是有这么大的阵容来欢迎，代表着马克宏对于这个习近平有多么的礼遇。有多么的重视此行可能会有什么成果？当然，马克宏还在国宴上面正式向习近平所谓展示待客之道。受邀的国宴120多名嘉宾里头，包括有中国的女明星巩俐啊，因为大家已经嫁到当地，成为当地的这个媳妇嘛，邀请她跟她亲近的可能人，还有近60位都是企业领导人，也要给足了客人各种亲切感，还有面子。那送给习近平2瓶干邑白兰地，这个就有学问了，因为接下来是不是要准备？放弃要求中国能够放弃对白兰地的调查呢？要准备让法国的白兰地可以顺利的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呢？接下来，马克宏说感谢习近平对于法国白兰地临时措施持开放态度啊，先讲好话，希望不要看到这些措施得到某些的实施，或希望当然开放市场是它的关键。还有一个最重要，昨天我们也讨论到了，巴黎马上就要举行奥运了，希望俄罗斯这里能够停火是。很早之前，马克宏就提出的呼吁，但是一直俄罗斯没有理他嘛。那现在在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也知道接下来马上5月15号普京就要访中了。那现在习近平访欧行程到10号，显然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也是马克宏希望透过这一次公开的共同宣誓，是说我们要共同互赠奥运火炬，希望为巴黎奥运获得成功的这个期间，就是要求全球停止战火，让俄罗斯停火吗？有没有可能做到？同时，我们来对照着俄罗斯最近的动作。国防部是正式宣布展开了叫做非战略核武演习。那么他说要应对西方的挑衅，非战略核武那是更可能的大的杀伤力。告诉秀肌肉，西方世界说我这边也在做准备，有可能扩大往其他国家吗？而普京就职的时候在红场阅兵，说可能会被破坏。俄罗斯警告他收到情资有乌克兰可能会攻打。去炸克里米亚大桥这样的资讯，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他保证一定会以毁灭性的手段来进行报复。那大家情资都是互相来透露，但是先警告谁先赢，看当时会不会发生这种状况。那还要期待停火呢那至于俄罗斯还有警告谁呢？英国呢，因为 F-16送到乌克兰去援助的关系，已经被视为实质参战，成为乌战的参战方。俄罗斯可能会攻击英国军事基地吗？西方国家预计接下来成军的 F-16战机援乌就会，因为莫斯科已经提出警告了嘛。F-16可以做什么？核武载台，进一步的暗示乌克兰正在使用核武吗？那所以俄罗斯说，我们也可能随时要还击，才会有非战略核武的演习嘛。这都是相对的互相的互动的连结。而中法欧三方，为什么要把这个相对被认为冯德莱恩抗中？鹰派的立场的人也一起拉进来呢，三方的共同会谈也有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就是欧洲跟中国大陆之间是不是要有公平的规则呢？那么这场会谈当然是马克宏也积极的说想换掉冯德莱恩，那也展现他的影响力嘛。那么最近习近平向中法企业家致辞的时候，在很多的会谈的这个场合里，就表达了中方愿意继续积极的利用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其实最早这个是马克宏提出来的，这个习近平也跟着这个话语继续延伸下去，更希望全链条快速协同机制，更多的产品可以出现在中国的餐桌上，甚至中国还对法国12国的公民短期赴华的免签证要延长，代表更多的开放跟利多。将军先来看看在今天的这所有的行动里头，看到在俄罗斯的部分。停战有可能吗？停火有可能吗？那所谓的非战略核武演习，针对的又是谁？我先从非战略核武开始讲解再讲到这次习近平跟马克宏的见面，其实关系到人类会不会发生核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普京讲这句话，就是我使用非战略性核武，那就是什么？就是他要使用战术性核武。那为什么要使用战术性核武呢？
因为俄罗斯有一个这个死穴，它的死穴就是克里米亚大桥，是俄罗斯这次打仗的死穴。我们之前就已经看过很多次，每次乌克兰他不管用暴风阴影的这种导弹或者干嘛，他已经2次去攻击克里米亚大桥，但是他有没有真的把它打断掉？他不敢真的把它打断掉。那很奇怪，大家觉得说你既然可以攻击到，攻击2、3次，不管是用无人艇或者是用飞弹，为什么你不干脆把它炸掉？他已经知道它是俄罗斯的短板，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我如果真的把它干掉的话，俄罗斯一定翻脸，他一定用核子炸弹去打你。为什么我讲克里米亚大桥这么重要呢？因为整个战线，这个俄乌战线拉了1000多公里，当然北部来讲的话，这个它俄罗斯可以从它的本土用运输方式，陆上运输的方式运到前线去，但是南部这个奥德萨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它就必须要用克里米亚大桥，将它的不管是所有战备物资从这条桥送过去。一旦这条桥被切断来讲的话，它南部战区马上立刻溃败。就是这么严重，所以为什么英国他们就是一直乌克兰一直去打这个桥，但是他们又不敢真打断，因为真打断来讲的话，你既然把我的命脉把我点到我死穴来讲的话，我就一枪给你毙命。所以说双方来讲，这时候等于说是剑拔弩张。那乌克兰来讲，现在已经打到都已经快要战败，在这种状况下，他唯一剩下最后一招就是我把你克里米亚大桥炸掉，让你南部地区的军队得不到任何补给，我这样才有反攻的机会，才有这个反败为胜，多活几口饭吃。可是普京，你如果炸我这条桥的话，那等于我南部军队活不下去来讲的话，我就直接用核弹把你的整个部队干掉。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会谈来讲的话，关系到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普京讲说要用非战略性的核武？你只要攻击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我想利害关系，我在这边分析给各位听。第二个哈，其实双方有没有机会会谈？我觉得期望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哈，当一个习近平跟马克宏2个在最后的记者会里面讲的话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马克宏千拜托万拜托，希望习近平帮他做到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奥运的时候，双方停火，全世界都不要有战争，包括俄乌，包括这个以色列跟加沙走廊那边也不要有战争。那习近平也在公开的当着全世界的面前说，我们在奥运期间来这个停止这个俄乌战争，停止战争这一段时间。那你看看习近平给马克宏多大的面子啊，可以公开这样承诺。如果说习近平肚子里面没有很成熟的计划来讲的话，他怎么敢讲这种话？在记者会里面公开讲说奥运期间停火。那我现在据我知道的哈，现在来讲他们停火条件，大家可以看看。第一个就是说乌克兰你不可以进入北约，这个原来就是俄乌战争开战就是乌克兰要进入北约发生的，那你就不可以进入北约。第二个条件是说你可以加入欧盟。对不对？经济方面，欧盟愿意让你加进去，你就加进去吧。反正你现在打的国家里面贫穷一大堆，如果说欧盟愿意收留你这个已经这个家破人亡的一个这个流浪汉来讲的话，这个欧盟要收留你，我也不反对，你就去加入欧盟。但是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要俄乌之间要就现在来讲，克里米亚大桥不是就是南部那个岛。奥德萨不是，克里米亚大桥南部那个岛啊，那是归俄罗斯的，你就不可以再争取了。那顿巴斯地区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再谈。俄罗斯没有说我一定要占领这个地方，划归为俄罗斯的领土，他说没有，他说我们这边我们再来谈，但是你要给顿巴斯地区高度的自治权，就是你不可以去欺负顿巴斯的人民。我尊重你国家主权跟领土，这是中国习近平提出来的。我尊重你的领土，可是你必须要给这个顿巴斯地区人民充分的自治权，包括你不可以压迫他们宗教信仰啊，或者是语言啊，你不可以强迫他这个不讲俄语，或者是说他的宗教信仰你不能强迫他。第四个就是说，这个你乌克兰你要裁军，你要分几年，你慢慢裁军，然后裁军大概双方可以坐下来在会谈的时候谈。我觉得这5点条件来讲的话，如果习近平没有充分的把握来讲的话，他可能已经跟普京中间，我们知道以前呢，前一阵子来讲的话，中国也派特使跟普京也见过面了嘛，然后双方来讲，国防部长也见过面，是不是这些条件都已经谈好？所以这次来讲的话，习近平
在公开在跟马克龙的记者会上面公开承诺说奥运期间停火，我觉得这是对全世界来讲，如果迈进和平是很大一个福音。紧接着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普京要跟习近平见面，然后普京也要到土耳其去跟埃尔多安见面。我觉得这都是有促进全球的一个和平的贡献。但是如果说是一旦俄乌战争停战停火以后，吃亏最大的就是美国，美国可能就会失去北约主导权。反而马克宏如果这件事情上能够促成的话，马克宏法国会恢复他当年在欧洲他梦想跟这个戴高乐一样，梦想成为欧洲地方的一个这个主导这个发言权最主要的一个力量。我觉得马克宏也达到他在欧洲地缘上面一个很重要一个战略地位。所以说这次的会谈很重要。最后我再讲一句话，其实昨天的会谈都不重要，重要是今天他们两个去哪里？你知道，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到比利牛斯山去马克宏的家乡。然后你想想看，那两个人如果说是冯德莱恩没有在旁边的话，两个人会私底下讲一些什么条件？然后完了再坐50分钟的车程，再坐缆车到这个山庄上面滑雪的一个圣地里面。那这段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他们一定可以交换到很多真正想要谈的一些问题。是袁老师，可是问题是这个期待好像跟美国期待不一样啊，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法国是希望他能够成为那个调停者，所以非常高规格的礼遇了习近平要得到的各种希望的成绩单。这个规格的话呢，我最近刚看完了这个拿破仑有个电影嘛，拿破仑就是他好像拿破仑这个登基的时候也是这种马队这种盛世可以说是最高规格了。我觉得这次的外交访问，这个整个去欧洲的话呢，这是给足了面子。对，因为也算是一回礼嘛，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去年马克龙也是从广州到北京，也是做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讲的主要的重点有3点了。好，第一点的话呢，那个法国就是一个非常特殊而且重要的农业大国可是因为你开车一进法国呢，他就讲昂高北意阿给狗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个伟大的农业国家，很少有国家在欧洲自称不是强调工业你到德国看到都大烟囱，你到法国就是看到一望无际就是麦田葡萄园田就是说是法国的农产品确实是一流。但最近农民都在抗议对，农民抗议是一回事，法国的农产品是好吃，就是连最起码的奶油你都吃得出来它的品质，这个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下当然不如我们这边平常这个做节目吃到东西。那第二点重点的话呢，马克龙把冯德莱恩叫来，冯德莱恩会来，我都觉得很特别冯德莱恩来的话，本身来讲，你看他那个坐起来的姿势，他基本上戴个眼镜在听训一样那么实际上的话，冯德莱恩对于这个中国的态度不是很好，但是马克龙把冯德莱恩叫来是给他面子，因为法国是欧盟中的一部分，冯德莱恩是欧盟的主席嘛，那法国要答应任何事情的话呢，表面上要把这个面子做到，是要表现出来。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消息就是这里面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接下来这个习近平10号一回去以后，没几天普京就要来了。普京来的是他自己讲的原来大陆外交部一直讲说无可奉告的情况下，普京自己讲说我5月的时候要到中国去，这个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普京刚连任的，不过普京连任蛮久的关键是说是他一连任的话，他第一个要看中国，表示他对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视。至于说那个奥运期间会不会停火，如果俄乌之间真的停火，那就是给了习近平非常大的面子。为什么？因为法国就是拒绝了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参与这次的奥运那俄罗斯更绝了，他自己搞了一个自己那个不叫奥运的奥运然后呢还让其他国家友好国家很为难，不晓得该不该参加这实际上的话呢，大家都说体育不牵涉到政治，那体育就是政治因为我从我留学时间看到这个86年的奥运就是82年的奥运，86年的我看应该是86年82年86年奥运，就是不是这个美国杯葛俄罗斯，就是俄罗斯杯葛美国，都是来这一套。而且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说，有的时候有这种杯葛的事情一发生让原来第2、3名的选手一下变成金牌了，也蛮好的那个时候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所以说在这边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说是马克龙呢这一次的拜访法国的最重要的一个消息的话，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提一下，就是法国的农产品好嘛，我们大家平常喜欢喝那个 XO 那个法文叫 Cognac，就是我们就翻译成干邑它里面实际上就是说要对它做反倾销的调查，那么这次可能也会稍微轻松一点。
反正不管怎么讲，这是个好事了。刚提到欧洲农民的抗议，是因为真的在各种的管制啊，还有经济的不景气，农民抗议很多，还有气候变迁的议题。他们抗议是补贴的问题。对，所以说农民不是农产品的素质的问题，也还不是素质，是说需要更多的出口跟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反而会乌克兰的产品竞争让本地人反而不买农产品是自己本地的啊，所以委员这变成说这一次在习近平访欧访法的这个行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想有一个指标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就是在巴黎要举行的奥运啊，那是不是以往仍然要继续的把俄罗斯排除在外？虽然现在是这样讲，那假若俄乌停火了，要不要排除在外？第二个，以阿战争现在打成这个样子，那要不要停火了？要不要？不是要不要？那不停火，要不要把以色列排除在外？哦，同样的标准。我跟你讲，这个是对欧洲的国家，对这一个呢北约的成员的法国，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假如俄乌战争没有停，所以俄罗斯不准参加。那以阿战争没有停，那以色列能不能参加？可不可以参加？要不要参加？要不要排斥他？那排斥以色列，美国会用什么态度？整个希望什么态度？整个国际社会的价值啊，会天下大乱。所以这一次，习近平的访问里，在联合记者会上是讲得很明白，两个地方都应该停火，而且画了他的立场跟态度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到今天有一个能力了，这个能力就是他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是有分量的。而且这个话不轻易讲，讲的时候他是基本上有某种程度是要推动他去实现的。所以，假如在奥运期间，俄乌也停火了，这个以阿也停火，不管最后是不是又再度的打起来，但整个的社会对国际上对中国的分量是有不同的评价的。好了，假如我们都没有停火，是不是中国的分量就会减少？也不会减少。因为大家不是看到中国的呼吁你们不听，而是看到的是你们怎么这么样子对于所谓的以和平为主诉求的奥运会，你们把它当作是马耳通风呢？那这个时候，整个的在这个角度上，在我的看法里，中国是只有赢没有输，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看了不少的国际政治，也看了不少的国事访问，我一直在回想。法国什么时候用过这样的阵容，迎接过国外的领袖访问？至少我在想，那10几年内好像没有看过。有个几辆大漂亮黑轿车都不错了。不是，这十几年来，我好像最高规格没有看过了。对，这种规格基本上是代表了一种尊重。那这个时候呢，为了解决他的康尼亚克的问题，所以他赠送他康尼亚克。我在想。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啊，应该送他一部展望 U8，因为那不是要也要对我们进行调查吗？有点大台不好带啊，反送茅台了。对，不是茅台他没有要制裁嘛，他在准备要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蛮有创意的意见？对，给一个新能源车。是和平当然是好事，应该是一起共同推动。不过，如果真的两场战争都停火的话，拜登可能会紧张骂他的选情。那拜登紧张的还有什么呢？自己的后院啊，古巴总统最近要访问俄罗斯，就在美国后院。那么，古巴总统说要到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去最近的和解中的加强关系。从2022年之后，古巴跟俄国就越来越近了哦，两国实质的互惠免签证旅行。当然，美国担心啊，就这么近。那同时 ，BBC 报道，俄罗斯以高薪跟俄罗斯护照吸引古巴人去参军。那所以呢，各种的合作，他的军人等等都在入伍后还提供俄国护照呢，所以当然关系很密切啊。距离佛州才100英里这个地方，中国也说不受限制的进到美国的后院哦，不是连国内如果要买房地产都被限制吗？就在后面邻居很近，一样随时可以进到美国这个地方。俄罗斯也加入了古巴党吗？这个标题形容是这样的，引发美国认为后院影响力很被入侵，很危险呐。那去年还报道过，北京恐怕会在古巴建立间谍军事基地，要窃听美国，所以这个区域的位置就
必然的让美国拜登会担心。另外，在巴拿马的部分也有一个新消息。昨天新总统出炉了，经过选举的结果，前安全部长夺了34%的选票获胜了。他承诺呢要继续组团结政府哦。那现在是所谓的亲中的态度，先前的态度，他也是先前这个前总统的副手啊。那现在以亲中的态度会延续下去吗？会变成一个关键的指标。2017年中国建交半年哦，当时巴拿马总统就说希望跟中国成为在拉丁美洲的商业臂膀。那么北京在巴拿马实现了很多的战略的目标了哦，包括矿业的开采，还有巴拿马运河的各种合约，也就是说，它是加入“一带一路”的第1名拉丁美洲国家。所以美国现在在这个后院担心之外，对以色列更是拿他没办法，还是默许呢？因为昨天大概傍晚6点多就已经有一些媒体报道了，那因为以色列就是哈马斯抢先发布啊，我愿意接受和谈的条件，我愿意停火哦，我愿意把人质交换。结果以色列没有，他说他不符合我的要求，所以今天早上终于西方各媒体都出来了，他直接除了空中的打击之外，也进行了地面作战。直接地面坦克车开到了加萨，这个画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最新来自于跟埃及接壤的这个拉法过境点，目前跟拉法东部的萨拉丁大道这个已经中断联系了。以色列已经控制这个地方。这个画面流出来就发现说，坦克车已经在这个拉法的过境点加萨一侧，同时夜里也连续的攻击，用空中的武力还有地面部队通通打进了拉法，所以拉法开战了。这个是之前大家就已经这个预料得到，但美国一直说要叫他停火，他不会打，但事实上通报啦，打个电话告诉国防部长 Austin 说我们要打了，这必须行动，没办法哦。所以要阻止以色列攻打拉法，拜登先前还一直讲啊，跟纳坦雅胡通话啊，他会希望停止战火啊，那他怎么跟国内这种反以的示威人群选民来交代呢？但不管怎么通电话，要打就是要打，纳坦雅胡也就打啦。那 CIA 局长伯恩斯被说现在动身出发到以色列去了，想要缓和这些动作，有可能吗？就是已经开进去打了，打到什么情况才会停，才会满意？那有一个说法是一个媒体的报道说，哈尼亚哦，就是美国这个可能会要求卡达把哈马斯领导人直接赶出来。这样子的话，他赶出来之后，有可能各种的原因就会让哈马斯的这领导人被以色列可以找到，或是用什么方式才叫做给了以色列一个交代，这个战火才有可能停吗？将军，我先讲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两边的谈判在埃及。之前是以色列说我们达成协议了，那昨天是哈马斯说我们达成协议了。其实他们达成协议总有3点，前2点他们都互相确实是达成协议，最后第3点呢只有一句话没办法协调好。前2点是什么呢？大家停火6周，然后哈马斯归还33个人质，然后以色列这边撤出部分的军队，这是6周。第二个也是6周，这6周做什么呢？哈马斯把剩下来的100多个人质都还给以色列，那以色列来讲的话，就是全部都撤军。第3个阶段，然后就关键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来讲的话，第3个阶段他们要做的人道的动作，就是我们互相归还对方的这个遗体，我还给你们哈，因为这遗体来讲的话，毕竟是对死者的一个尊重嘛。但是以色列那时候提出来是说，我们达成协议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暂时性的停火。那到底会停多久？以色列没有讲。那第3个阶段，哈马斯也说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条件，前2个我都接受，但是第3个条件就是你以色列要永远撤出加萨走廊，而且是永远停火。那这一点来讲，纳坦雅胡没办法接受。其实我觉得就国际舆论来讲的话，这是哈马斯在舆论上面是打赢了。他说我接受停火，但我提的条件说我们大家永久停火。但是纳坦雅胡一听这个东西，他认为是说对他来讲是一个语言陷阱。我给你设了陷阱，我说暂时性的停火，我没有想时间，那你没有跳进我这个陷阱。那纳坦雅胡就有一句话，我们台湾话讲的“更小灯熊气”，就立刻翻脸，就立刻去打这个拉法地区。他现在来讲打的是什么样一个打法？他东边那边的话开始进攻，
在南边那边，他开出一个人道居留区，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说，他南边那边的居留区是怎么样？是已经很残破不堪的，根本就没有办法住人，也没有办法，连帐篷都没有搭，根本就是一片断垣残壁的这种状况之下，那你在那边开设这种人道这个居留区来讲的话，对这个加沙地区的这个巴勒斯坦人民来讲的话，他到那边也没有办法生活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美国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美国这次的学运虽然说全世界力挺这个哈马斯、力挺巴勒斯坦的居民了，但是美国来讲的话，它已经是犹太的殖民地的，已经是以色列殖民地，它不可能会答应同意的。所以我们眼睁睁的就会看着一场惨无人道的这种人道的战争，即将在我们这个有生之年，我们即将可以看得到。美国校园的抗议几乎全部被铲除了呀，已经清空了哦。但其实，在国会的部分也是全面立场是倾向以色列，所以显然拉法被打，好像也是被美国默许而继续进行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以色列在拉法开战了哦，在这个开战里头，可能接下来又有一场屠杀。这个以色列的问题啊，我们等一下再谈啊。现在的话呢，这边提到南美洲两国是美国的最痛，是中国的最乐啊。这两国的话呢，古巴不要讲了啊，刚好也是60年的这个古巴飞弹危机啊，现在跟俄罗斯拉关系。古巴最近宣布中国的公民到古巴免签证这个是古巴是美国人有名的后花园啊，海明威的家乡啊。大家现在看到湾刀拉梅拉那个就是古巴现在自从飞弹危机以后，美国跟跟那个古巴的卡斯楚一下闹不好以后，就是美国人最美的度假地方就是古巴那现在对中国开放了，完全那包含那个中国在跟古巴之间不排除军事合作，作为对于美国在这个菲律宾部署中岛的一个回应嘛。那另外巴拿马的话呢更重要它运河对不对？让它开采的话，巴拿马本身原来都是听美国的，算是附庸嘛，小弟。现在小弟的话加上中国以后胆子大了，钱包厚实了，开始做，所以对美国很痛苦。美国现在更痛苦的就是中东的问题。美国在中东问题的话呢，3大输第一个的话呢，大家都没有想到，对于美国的颜面尽失，输得一塌糊涂，因为以色列根本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个以色列什么都靠美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老早就知道了，我碰过很多从以色列请来的教授，他们基本上对美国态度，他们从来不认为美国基本上是对于以色列好的。以色列他们有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就是你如果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你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这个就刚好验证了这句话因为以色列讲，我能打赢的胜仗，我干嘛跟你谈，对不对？而且你唯一手上的筹码就是放了几个人质回来这个人质回来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经过这么一折腾，从这个半年多了。从去年的10月7号一直折腾到现在多久了？在这么长期的这种下去的话，那个人质当中有没有个意外出现有没有什么事情年纪大的会不会有些什么慢性病的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这个哈马斯能够把这些人质照顾得这么好那么为什么自己的老百姓会死得这么惨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道主义的危机必然发生。那以色列从昨天开始进攻，每一次进攻越来越狠，都是轰炸。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当中，就是根本没有选择的轰炸，没有人还手，也没办法还手。怎么还手开玩笑，以色列的兵力非常强，中东小霸王绝非浪的虚名然后第三点，我觉得美国的学生运动是一个超级大挫折，因为对抗学生运动，美国通过了一个叫做反犹太议事法。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反犹太议事法？就是说你反犹太的话呢，你不能存在你的脑袋中我们本来是说你说出来那才不行，但你现在脑袋中有，你讲话中间有间接被他解释。所以说大陆很多人讲说那个什么犹大把这个耶稣害死，是不是犹太人害死的？这个就违反了反犹太议事法那这还得了反正可以骂美国总统拜登，不可以骂以色列那这就是结论。我跟你讲，你在美国，你要是公开在这个节骨眼反以色列，那你要试试看，真的会有人找你。谁听谁的就很清楚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除了空袭，今天白天也地面部队打进了拉法，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以色列不是中东小霸王，以色列是全球大霸王。那我这句话绝对错不了。对，是真的。对啊，美国的学生运动就这样不见了，所有的美国的媒体全部禁嘴了，所有以色列蹂躏哈马斯、蹂躏的加沙，全世界是什么？轻描淡写。为什么？美国人欠他不准打。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显修。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及国内大白话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李胜峰。请教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钱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几个军事上的消息哦，当然以色列正式对拉法发动攻击，这是大家国际瞩目的消息。但在美国方面呢，这个让大家军事方面也很震惊。昨天有一架被称为猛禽的 F-22战机直接坠毁在这个乔治亚机场。那么被说 F-22是很重要，美国的很重要的武力跟军力，怎么会坠毁了呢？因为前阵子才10月12号才刚刚发生的前起落架故障啊，结果让这个飞机直接机头着地损毁了。那当然还不至于到坠毁，那这次是直接坠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么重要的一个 F-22，你看过去只要美俄冲突升温的时候，美军就要让谁出动 F-22？他宣布在中东要部署，或者是美军要空袭 ISIS 的时候，出动的是谁 ？F-22战斧飞弹，这么重要的任务的一个主要的担负者，这个机型怎么了吗？那当然，美中的对抗里，解放军被说是不是硬起来了？习近平正在访问法国跟欧洲，那接下来中国的战机中国不是跟澳洲前阵子在互访的时候，感情回温了，不是吗？可是却有一个澳洲政府最新的消息指出，在4号的时候，有一架澳洲海军海鹰式直升机正在黄海参与跟北韩有关的这个制裁任务的时候，突然有中国歼10的飞机直接从直升机的上方几百公尺撒下热焰弹。那么澳洲飞行员赶快紧急闪避，还好没有被击中，所以澳洲国防部长公开跳出来说，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完全不可接受，这既不安全也不专业。那当然又是以北韩为一个理由的时候，那到底是不是越过了海线，还是说当中的敏感地带？那么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厘清，这不是第一次了。加拿大在去年的时候10月也发生过一次，相距只有5公尺的加拿大巡逻机，结果也是在互相很逼近的情况之下发射的热焰弹，当时加拿大也跳起来抗议哦。那这一次呢，不只是这里的危机而已，南海也一样，各地其实现在是都有各种的紧张的氛围之外，南海更是最紧绷的地方。澳洲也说要加强跟菲律宾军事合作，美日澳同意要提升军事演习的规模哦。但是在冲进红线区，这又是另外一个最新的状况了。昨天的时候，有菲律宾的海警船进到黄岩岛的12海里之内，又来了，马上水柱又出动，解放军2件水炮全开，又把它冲得七荤八素的哦。那当然，高压水炮迫使他离开之后，菲律宾同样也是抗议啊，在黄岩岛，他们自称在黄岩岛取得突破，已经超过红线了啦。已经进到12海里了啦，但是抗议说用这种方法很不安全。不过小马可是回应很有意思哦，小马可是说菲律宾只是为了捍卫主权，他无意用水炮攻击任何人，意思就是说对方用水炮，我没有要用哦，然后呢，他就是打完了就跑嘛，然后不会以此作为最后的手段，也不会跟踪中国海警船只，不希望南海局势升级。不希望升级，却一再的有这些行动，又是为了什么呢？那当然，中国的新航母福建舰是现在国际上军事上非常关注的，现在还在各种的试航当中的时候，却出现中国新航母向菲律宾发出海空作战能力讯号哦。专家说，福建舰这次的任务刻意要安排在美菲军演的时候驶进附近的海域，就是要警惕。福建舰准备好了，它的军力跟影响力，不管空中跟海上，都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当然，有一则消息是由中央电视台这里发布的哦。其实这种航空母舰的计划，早不是今天怎么突然想到才做，30多年前就已经有影片告诉大家，用这个模型不断
描绘出今天新型航母的形态。这个是在这则宣传报道里面说，35年前，你看看这些模型就已经知道到了今天可能会航母发展到什么阶段，可以舰载多少的武器或者是航空器。那这些新型航母的轮廓，现在只是当年的一个想象，如今全部实现了而已。另外还有央视还另外曝光所谓解放军罕见的训练画面，叫做如何因应战场上自杀式无人机。什么因应？这画面告诉我们说，他用这个不管散弹枪、补网枪或者是干扰枪，对于自杀式的穿越机啊、投弹机会精准的攻击。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预舰的训练画面都在跟国际社会告诉大家说，对无人机它也有因应之道。那当然还有美国渔人船喽，无人船，对不起，渔人船是什么？无人船，它扩军。被说是步履蹒跚，因为在无人机的抗战里，美中的这个进步的时程看起来已经慢慢的出现了落差。但是美国的无人船呢，重塑海战方式之后，被说是反而暴露了美方弱点吗？也可能不利牵制中国大陆攻台吗？那么各种的这个无人船的数据，是不是人员还有数据通通都不够？这一件事情，待会就可以让专家来看一看。委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在这里的各种部署里面。当然，南海、东海各地都有危机重重的各种可能的风险。在韩战结束、签署了停战协议的时候，那彭德怀曾经讲过的一句希望列强架着几针大炮在岸上架几针大炮，开来了几艘军舰，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显然西方没有记住这一句话，不管是澳洲的飞机的碰到的闪光弹也好，不管是加拿大的飞机抗议这个危险的操作也好，但不要忘记，加拿大在哪里呀？你跑到谁的家门口来？澳洲在哪里呀？你跑到谁的家的门口来？你到别人家门口耀武扬威，然后人家稍微给你一点警惕，你哇哇叫，叫什么？我请问，中国威胁了加拿大什么安全？我请问，中国威胁了澳洲什么安全？就以南海来看，整个中国大陆是需要澳洲的铁矿砂来助长它的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保护这一条航线的安全呢，是更重要的。它怎么会变成澳洲的敌人呢？澳洲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创造这昂萨民主。那我讲通的只有这样子而已嘛。所以没什么好叫的，你到人家的门口来，人家吐你一口痰，刚刚好而已，你不要来就没事吧。所以中国不会去抗议，美国你怎么可以撒我的闪光弹？因为他没有去他家的门口，这是一个呢。我们在这看到了。第二个呢，就我看了马可斯的讲话，你刚才主持人在念他那一段的时候，我的脑筋全部出现了，就是鲁迅的《阿 Q 正传》。像不像阿 Q 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读过阿 Q 有的是阿 Q， 这个是标准来看，后大力卖照，是不是？被人家打输了有没有？这看这样，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然后他自己一面先走，就这样。然后呢，所有的挫折跟失败，找一个理由来自我阿 Q 一下，自我来这个怎么样子？自我安慰一下。这个马可斯的讲法就是标准的自我安慰，而且就像小孩子在捣蛋一样，这人家说，大人说，这个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他就偷偷摸摸踩了一脚，有没有？回去乐得要死，我踩了你一脚，我踩了你一脚，这什么国家啊？还是只是要交业绩呢？不，这什么国家啊？这什么人民选出什么的国家？什么样的领导人嘛？这一点作为一个，他还是上亿人口的国家呢。对，那也是不在全世界排行起来不是小国也是上亿人口的国家，曾经是亚洲的民主橱窗的，只是现在变成橱窗的民主而已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菲律宾去讲这一种话，在我看起来，这个国家有希望，我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国家会没有希望，好像是很正常，因为他今天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就是当美国的旗帜，那全世界都在看，当美国的旗帜的下场是什么？乌克兰是一个血生生的、活生生的例子。全世界跟美国站在一起的人，别忘了，
你就是你，你不是以色列。很多人还以为把自己当做以色列，老美会力撑到底，没了，没这一回事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整个的国际局势里是西方把它给搅乱了，然后要意图嫁祸于中国而已。而西方的能力呢，从 F-22这一个全世界算是最优秀的隐形战机，一再的出状况，一再的出问题。该面对问题的应该是西方列强的心态。假如你不调整，假如你不改变，那么你的抗议会越来越多，然后跟着西方走的，像菲律宾这种念头的，或是像台湾过去这一种笨的，付出代价的，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不想承受的。区域安全跟和平难道是儿戏吗？将军，我们如果客观来比较一下中美，包括这几次的意外事件，或者是军力互相的发展的竞争状况如何？我特别讲既然讲到无人舰哈，美国来讲这方面科技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在前年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他曾经有4艘无人舰来参演。其中包括任务有运补的这个军舰，因为无人舰它省下很多人要用的空间嘛，比如说人睡觉的舱位啦、吃饭的地方啦、厨房啦、厕所，它都可以省下来。所以它那艘无人舰来做运补来讲，确实是提供很大的后勤运输的能量也有攻击的军舰，对不对？上面带了导弹、带了飞弹，因为无人舰可以说就是不怕死嘛，它反正就是上面没有人，无所畏惧。可是你知道2年过去了，他那时候展示出来，已经过了2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无人舰方面有任何一个新的一个建案出来，或者一个正式的成军的量产的军舰出来，就代表美国它有这个科技，可是在它军工制造业确实很落后。我们讲 F-22好了 ，F-22你知道它这个成军以后，在2011年、2005年成军，但是2011年就宣布停产。总共生产了178架，那就停产了。为什么停产？有2个原因呢。第一个，他认为他打遍天下无敌手，他认为苏联冷战已经结束了，他不需要发展这么贵的飞机来应付苏联。那停产以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他这家公司 F-22总共有3500个零件供应商，然后有2万个技术成熟的工人。这3500个零件供应商，因为他们是美国军工业属于民间的企业。那当你没有订单以后，紧接着面临的就是你公司倒了，然后这2万个成熟的工人就被资遣了。所以他现在飞机为什么一直摔得越来越严重？就是说他没有很成熟、有经验的工人在这公司里面继续来维修。那 F-22已经很久这个没有生产了，而且现在他们准备用 F-35来取代。但是 F-35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自己骂它是废物，就是垃圾了。这个因为它的妥善率，美国自己国会去调查。原来不到30%，是很低的妥善率。所以说，在印太地区要部署300架，但是这个是很低的妥善率。这个是美国现在我觉得，不管是无人舰，这个或者是有人的战舰，像星座号的这个导弹护卫舰，或者是 F-35、F-22这些战机来讲的话，在美国我们可以很快看到它整个会是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坠的战力。那再来我讲说东海这次这个澳洲的飞机为什么被丢火焰弹？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你直升机你是怎么飞过去的？你从什么地方飞过去的？你从日本飞过去还是从澳洲？澳洲不可能嘛？那你是不是利用日本的基地飞过去？或者是你有你2栖攻击舰、军舰到这个地方来飞过去？如果说你是军舰过来，那当然你本来就是奥克斯的联盟，对中国来讲，它本来就是军事上一个威胁。那你的直升机过来，我觉得那就解放军来讲，当然会做驱离。军方来讲的话，这个空中相遇规则不会说一开始就对你丢火焰弹，除非说我警告你，对你做任何动作以后，譬如说我飞过来让你看到我肌肤上面有导弹，对不对像这些动作都做完，你还不避让，你还不离开的话，我就开始用火焰弹。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说是这架直升机胆子很大，已经飞到很近。那为什么它要飞很近？大家要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敏感的地方叫青岛。为什么青岛很敏感呢？因为是辽宁舰航空母舰是它的母港，它这架飞机过来，第一个就是看你辽宁舰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动作。我们前阵有传说辽宁舰可能会改装成电磁弹射，或者是改成无人机起降，甚至于它的甲板会改成以后要起降这个歼35。所以我觉得这架飞机是不是到青岛这个地方来，要探知辽宁舰最新的改装消息，甚至于有可能最近来讲的话，中国海军在
这个福建舰成军之后，他现在正在实施海试，海试的这个地域大概在上海的外海了，这刚已经出来海试了。那会不会这艘直升机也是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就拼死我就是要到这个地方来探索你这个福建舰你的海事的各项情报，包括你可能的航速可以开到多少，我用雷达就可以侦收到嘛。对，你的航速，你刹车的距离有多远，你在海试的时候能够承载的风浪，你的回转的转率有多大，像这些都是属于很高端、很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资讯。那我觉得这次来讲，很明显的这艘直升机就是来探索你这艘不管是辽宁舰或福建舰的海军状态。那从这边我们反面来讲的话，也代表说奥克斯联盟包括美英澳来讲的话，对于福建或者是辽宁这2艘军舰来讲的话，它的畏惧力是很大的。那当然一样是以北韩为理由跟借口嘛，但问题是这个当中有更多的区域互相的平衡哦。可是这样的动作越多，当然风险就越高，随时擦枪走火。我觉得 F-22跟这个 F-35再加上歼20，他们都是第5代战机了，号称苏凯57也是第5代战机，好像感觉上那个隐匿功能好像不是非常满意，但是基本上这3种形态。我不是军事专家了，不过我只听到 F-22今天出事了嘛，哈，那 F-35就常常出事嘛，那更不要说是那个波音了，几乎好像连每2-3天就很核心的能力都出问题。对，我觉得这里头大家要想一下，就是说我不能揣测，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这个飞机啊，通常飞在天空中啊，它的安全系数要100%啊。对不对？让人才感觉到说，那美国敢停产的话呢，就是敢保证它的安全呢。那现在这个出现这个飞机会出事的话呢，就是摔下来就粉身碎骨，因为这个飞机不得了的事情。我严重的怀疑美国的这个工人呢，包含军机跟客机啊，可能都有一点问题啊。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嘛有这个机会要了解这个大陆本身对于军事上的生产的那种工人的素质的要求啊。他是觉得不但是这个国防实力的问题，还是这个国家面子的问题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讲起来，我听到这个消息啊，我总是觉得说，目前为止啊，每一次都听到，感觉上有一点矛盾什么的。什么叫矛盾？就是军力上比较有问题的一方一直不断的挑衅，然后军力上比较强大的啊，什么航空母舰啦，什么电磁弹射啊，又是什么这个，我跟你讲，那个无人船呢，大陆的无人船跟无人机绝对是世界第1级的啦。啊，那这个感觉到有点矛盾，就是说军力上比较有问题的拼命在挑衅，澳洲都跑到黄海来了。那大家知道黄海是什么？黄海是中国基本上它的内海啊。到这种情况下还什么不专业呀，什么危险，你来干嘛？对不对？所以说这里面情况讲的，你在挑衅的过程，你有没有把握？哎，我真的还蛮期待。看看他们真的来个擦枪走火，看看这个结果，因为我们讲太久了，我们一直在讲，好像兵力论，就是那个台湾话一句话，什么草民啊，给草民啊，人给刚，对，就这句话了哈。那我还好，台语翻译在旁边啊，那个大家就始终会觉得说，你明明不行，你要惹人家干嘛了，对不对？你要有把握。那按照我们这个报道，除非我们报道有错误，否则的话，大家等着。这时候一旦是这个擦枪走火的时候啊，那这个是比较弱的那个超民啊，超民啊，才知道谁是真正的厉害啊。可是看起来擦枪走火说他是不会还手的，就跑了就好了，就不会有往下扩大的可能性。那起码可以干掉你几个驾驶员。